好了，各位亲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啊。先分享李艳同学的一个体会哈，12月8号的一个体会啊。他说修心部分是捡垃圾进己心，下楼呢顺手把楼道里的纸盒带给楼下大哥，说日行一善呀，我能为你做点啥？带着爱做家务，给狗啊，大家养的狗啊药浴。说修慈俭谦一日反省，说有不俭要静心。修这个怨造呢，说买水果的时候啊，卖家说话不好听，我一愣神儿，就不好听，马上就好像要反驳一样哈。想起了昨天晚上李老师讲的课，说想得开啊，想得开哈，这心胸广阔无垠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一笑而过。他是来考验我修心成果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哈。说我都要演曹操了，还能跟你一般见识吗？好，再往下听哈。说修专注力是专心给狗的药浴，给狗的洗澡可能有点什么问题哈。说把爱呀揉进它的皮肉经脉骨，用爱来化解过敏啊。狗有过敏啊，就给它做治疗，就把爱揉进它的皮肉经脉骨，用爱化解过敏吧。说学习785课，日月之行啊，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说昨天晚上的课呢，没有听得太懂啊，醒来呢赶紧补课，听了无数遍，就反复听，反复听，终于明白了一点。说我们锻炼要静下来，那么要静到哪儿去呢？要静到心（括号觉）里去。说平时生活中啊，觉被分成了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分开了啊。说我们通过六贼啊，接收到了并产生出各种好坏美丑的分别。六贼把心弄得四分五裂了，然后呢，你得到的各种零散的、各种片面的信息，又在心里又产生出各种美好的分别。说进而呢，生出来悲喜怨恨恼怒烦。其实啊，觉知广阔无垠，万善俱备，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在觉知里。超越了一切有形有相的存在，真的是这样，超越了有形有相的这些存在，那个超越了这个思维，超越了有形有相这些东西更深的这样一个存在。说学习传统文化，只有明白了这个，那么境界呢将会完全，只要明白了境界就会完全不同，心胸开阔，心包天地，就不会迷失在各种名利权色当中了。说李老师用曹操的《观沧海》中的金句啊，形容心包天地、广阔无垠的气势恢宏，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你想那种日月之行，星汉灿烂都在它之中，那是一种多么大的广博的这种气势胸怀。说我要有此心胸，哪还会斤斤计较吗？是为一句话、一个脸色不好而不舒服吗？你看，真你心胸大了，那些事儿就不叫事儿了啊。说李老师啊，总是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好，用了3个好哈，是要认真学习，以后树立啊，事事要演曹操了啊，还有是一个有点自己破涕为笑的这样一个发了这样一个图标哈。然后还讲了锻炼的部分，说就是揉腹啊，42应该是42分钟或者梳头30，腹部婴儿30加30加30应该做了3次，每次30分钟这样的哈。说开合有这个拉气20分钟，竖立呢80加70，150分钟了2次这样的时间。然后呢，就刚才李岩同学讲说，李老师总是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大家注意啊，真的，如果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那就很多事就变得很简单了啊。但是呢，你要从根本上解决呢，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首先你要认识到这个根本。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啊，真的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根本的。如果能从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内容上，确实把它领悟到了哈，就真正的说不是说头脑理解，就内心，哎呀，就这种感觉，哎呀，原来如此，这悟到了，这恍然大悟，不是头脑然后理解，是呀，整个心整个全身一下子明白了，那这就是
真的从根本上解决。那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今天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啊，然后呢，大家也我们认真的去心灵去呼应啊，看看我希望我把它说清楚，大家也能够真的能够明白它。说今天这个内容呢，其实真的好像有点什么呢？要颠覆我们过去的很多认知，就和平常的那个认知不太一样。那平常我们就是说，哎呀，什么事儿我相信这个事儿我去做，要科学证明了哦，科学家证明，科学证明这是对的哦，然后再怎么样。但今天我要说的这个内容呢，好像你现代科学没有办法去证明它，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感受，这样的体验。也可以说，这个证明呢，不是用现代科学来证明，而是用什么呢？老百姓、普通人的生活、生命，去印证的。不能说它就个证明，就印证的。那如果说待会儿我分享之后，你觉得还有道理的话，那你在生活中试着用一用看看，看是不是会发生变化。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呀，这是无稽之谈，那你就不要管它了哈。那今天要说的个什么内容呢？其实平常生活中啊，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很多人都会熟悉这一个词儿，说叫什么呢？说本自具足。说人一出生，人就本自具足一切智慧德行。我们经常会说，哎呀，人本自具足，那本自具足是什么呢？说你本自具足，你怎么还缺很多东西呢？其实这个本自具足，不是说他现实中什么东西你都拥有了，应该说什么呢？他有那样的信息，有那样的可能性，他本自具足，所有的信息可以有产生各种东西的各种变化、各种形态的这种可能性。这个和现代科学中讲这个信息论呢，有很多接近的内容。信息论讲的什么？信息论它是一个很多学科的一个内容，它指什么？说在一个整体当中，每一个局部它都包含着什么整体的全部信息。让大家想一想，整个虚空、整个宇宙不也是一个整体？那我们是宇宙当中的一份子，那我们每一个人不就包含了宇宙所有的信息了吗？说这个所有的信息，我们人为的会分成，比方说好啊、坏啊、美啊、丑啊等等，但对整个宇宙虚空来说，那个美、丑等等，它没有那么多分别。大家想，是不是？比方说来地震了，地震，哎呀，我们讲的是灾难，对人类来说是灾难，但对整个的宇宙来说呢，它就是一种变化。宇宙的变化，宇宙的自我调整，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就放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它包含了所有的信息。像全息论讲，第一个你看我们讲说一沙一世界，一花什么一天堂，一粒沙就包含世界所有的这样的信息。这个大家都清楚了，我们只是来复习一下这样一个内容啊，就是本自具足，有全息的全息的。平时我们还记得我前几年还分享过一个内容，叫平行宇宙的理论，或者多重宇宙。这也是现在科学家们、物理学家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这样一个理论、一个想法，并且呢，很多科学家就是非常确认的说有一些可以说发现也好，什么也好，证明了这个多重宇宙是存在的。这多重宇宙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这个有形有象的世界，我们眼睛能看到的、能感知到的这个宇宙是一个宇宙，但在这个宇宙和这个宇宙为什么有平行宇宙呢？就这个宇宙啊，还有不单纯是这个宇宙，还有另外的宇宙，和我们所认识到这个宇宙是平行存在的，而且呢，它们之间还可以互相怎么样？互相变化。它从这个宇宙可以到那个宇宙，就类似这样一个意思。平行宇宙或者有多重宇宙，并且有的人还说什么呢？有些科学家就讲什么呢？说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宇宙当中，有你有我，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你，也是他，也是我，在另外宇宙里，可能你在这个宇宙里面呢，你是很贫穷的，在那个宇宙里面可能很富足。你在这个宇宙里面很健康，可能那个宇宙里面你可能是有疾病的。
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哈？也就是说呢，哎，这个不同的这个宇宙啊，它有不同的频率。你在不同的宇宙里面呢，就有了不同的什么呢？不同的版本。在这个宇宙里面，你的版本是健康的；在那个宇宙里面呢，那个版本是疾病。在这个宇宙里面，版本是很富足的，那个宇宙的版本可能是很贫穷。就是说，你有不同的什么呢？不同的版本。但是呢，不同的因为是全息本自具足嘛，有好有不好，有富有穷，它都有啊。你本来你就是全息的本自具足嘛，所以既有贫穷也有什么富贵，你既有什么啊，既有疾病也有健康等等等等。我表达清楚意思没有啊？所以呢，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有不同的版本，而且呢，这个不同的版本还可以什么不同的，还可以不断的切换，就像平行宇宙一样，还可以不断的切换。你具有了这样的频率呢，就展现出这样的一个版本；具有那样的频率呢，就展现出另外一个版本。我说清楚，说宇宙一切东西都是在振动，都是频率。你在这个频率下展现出这个版本，那个频率展现出那个版本。那你要换不同的版本呢，你就要换这个频率，换这个频率。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刚才我这么一说，可能有同学就听迷糊了，呀，这怎么什么意思？那我现在举例子哈，我举例子之后啊，你就很容易理解我讲的这些内容和我们的平常的锻炼和我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关系了啊，有多么美妙的这种关系和这种启发也好，大家注意啊。我举个什么例子呢？比方说啊，我们在家里打坐，或者是竖立，半个小时、1个小时，哎呀，你一竖立的时候，没有了身份，就像一棵树一样，完了一旦非常安静，非常放松，你就变得什么？哎呀，非常的舒服，就真的好像归零了。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嘛，处于那个道的状态或者那个一的状态，还没有别的变化。就上一次我们分享的，哎呀，非常美好、非常平静、非常祥和的这一种状态。但是你不能老练功啊，老打坐呀，你还得睁开眼睛去生活呀。好了，你要收工之后要睁开眼睛去睁开眼睛之前，注意啊，在你的面前，当然我说是在你面前打这样比方，就有了一个不同版本的你。多少个呢？可以说是无数个不同版本的你。好了，你要睁开眼睛的时候，要到社会上生活了，那你就一定会什么呀？唤醒某一个版本，或者是要激活某一个版本。像我们用电脑啊什么，你一个软件你要激活它，输入一个码把它激活了，你能用了。好了，你安静的时候，这时候啥都没有，你所有的那个版本的你啊，都在那沉睡。哎，你睁开眼睛，你就要唤醒其中一个版本。我今天要用这个版本，明天我用那个版本。说清楚啊，大家看我说这个大家可能还不太理解，但我一举例子你就知道了。比方说啊，安静，收工啊，非常安静，睁开眼睛看，哎呀，就我刚才开始树立的时候，我老公或者我妻子就在那玩手机，我现在说他还在那玩手机，还在那刷，哎呀，也没有扫地，也没有做饭，啥事都没干，你一下怎么样？生气了？有这种情况没有吧？绝对有，很多人绝对有这种，你就等于你面前的很多版本，其中就有一个什么版本呢？怨的版本，一个生气的版本，一个恼怒的版本。这个版本你把它唤醒，你从刚才那个零的状态，一生二，二生三，生出什么？其实不是生出来，它本来就在那儿，你只是把它唤醒了这个版本。你这一会儿刚才在那儿，哎呀，演了一个道的状态，
啊，平静。这会儿呢，哦，进入了什么版本？怨恨、恼怒、烦的版本。我相信类似这样的版本，很多人在生活中锻炼之后，你进入过。那你大家是会说了，还有别的版本吗？有啊，比方说也是这样，练功完了，打坐完了，呀，一想到，哎呦，今天啊，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的闺蜜或者好朋友约我出去逛街，或者我出去聊天，哟，一看门口，哎，他已经来等我来了，哎呀，一下喜悦，你就一下唤醒了那个喜悦的版本。本来会生气的，现在没生气；那个生气的版本没生气，他还在睡觉。喜悦的版本，喜悦的我唤醒了，切换了，换成这个版本。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或者说你在这一睁开眼睛一看，哟，哎呀，你家那个小猫，那个老猫咪刚生出那个小猫，小猫晃晃悠悠过来了，哟，你一看那个小猫，哎呀，那个爱，那个慈悲出来了，诶，慈悲的版本出来了。大家想是不是这样？这个慈悲大家注意啊，我们可以说是你创造出，你心生慈悲，但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你新生的，你本来就有，只不过是把它唤醒了。你本来就有那个慈悲的这个版本，我现在把慈悲的版本激活了。慈悲的版本激活了，我这一天都带着慈悲的这个状态运行的是这个版本，这个程序。我一看老公一生气，我运行的是怨恨的那个程序。这怨恨的程序一出来，身体发生怨恨的变化；慈悲的程序一运行，生慈悲的这个变化。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激活了，版本不同。那这锻炼是这样，早上起来也是一样。你早晨一醒来，你睡着觉，刚起来，像孟子讲的从夜气，就那个时候头脑是空空的，但是随着你醒来，你也就唤醒了某一个版本。大家注意啊，你眼睛身体醒来了，那就要问自己，我是哪一个版本的那个精神的我被唤醒了呢？我一醒来，哎呀，是想起昨天一件事生气呢，还是一醒来，哎呀，我觉得很高兴呢？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是你醒来的时候也有一个不同的版本等着你把它唤醒。你心想，哎呀，生活太没趣了，那个谁谁谁怎么那个样子？哎呀，再不理他了。好了，你这一天进入这样一种版本的状态，你把这个版本的你唤醒，或者一醒来，哎呀，昨天的事，昨天已经过去了，过去了，新的一天没关系，我不去计较。哎，新的版本，哪一个是你呀？哪一个都是你，哪个也都不是你，只是你在当下你选择了哪个版本，你选择了不同的版本，那这个不同的版本的你就控制了你不同，控制你的身体，就展现出不同的状态。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不同的版本的你呢，你有个不同的东西，哎，好了，它的不同的那个版本呢，振动是不同的，频率是不同的，说你身上的气血运行呢，它也就是不同。这是讲了我们唤醒了自己某一个版本，但是你可以切换呢。你想，哎呀，烦死了，又说哟不能烦，烦不好呀，我要开心，哎，你就切换了那个版本。就不同的版本之间是可以切换的，但往往是呢，我们进入一个版本之后就不太容易切换。好了，刚才讲是自己唤醒自己的版本，大家想，比方说刚才那个例子啊，说你哎呀，一打坐完一睁眼，看着你老公也好，你老婆也好，还在那玩手机，你就生气了，你呈现出一个怒的版本，一个怨的版本，
那么你的先生呢，另外一个人他也有不同的版本，他也是全息的，也是本自具足的，也是有不同的版本。好了，你这儿一有个愿的版本，你展现出的是愿的那个振动，那个频率。那么这个频率呢，就什么唤醒了他的那个愿的频率，相同吗？同频什么共振，它也会展现出愿了。好了，那么你们俩呢，就创造了一个怨恨的生活。用一个比较时髦的事儿，大家就是说的词儿是什么词儿？叫显化，显化出了一个怨恨的生活。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就处于这个怨恨的那个平行宇宙里，这个宇宙里面充满了怨恨，是怨恨的波动。那么你的孩子回家呢，进入这里面也自然而然的可能就会被带进什么怨恨的这个频率里。所以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对你来说创造了你自己的一个怨恨的世界。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经常我们老百姓会说啊，老百姓，哎呀，常说，哎呀，悔不当初啊，如果可以有时间回来的话，如果怎么这样，我就不怎么样。那就说明什么呀？当初的选择不对，选择了什么骂人，选择了说一句很难听的话，好了，进入了那个世界，后悔，哎呀，当时如果选择什么什么，我不就变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吗？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什么选择的力量，所以有时候选择呀，它是一种特殊的创造。你本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状态，这些状态不是你创造出来，是你选择出来。因为它本来都有各种状态，你选择哪一个，它就把哪一个显化了出来，就显化了出来。好了，这是讲锻炼的时候或者早晨醒来。那再比方说，我们对身体啊，对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健康呢，有人比方说得了一检查得了一个病，哎呀，我为什么得这个病啊？哎呀，太难受了，我太可怜了。哎呀，这个病可能我活不多长时间了。这是一种选择。当你选择这种精神状态的时候，你就进入了这种状态，这个世界。大家想想，都在你的选择呀。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你想，哎呀，没事，不就得点病吗？没关系，我积极治疗就好了呗。哎，这又是一种精神状态。大家想是不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是你的选择，你选择，哎呀，我难受啊，我可怜，那个病会越来越重，因为你选择了它嘛，它本来就有那个病，你选择了病，就往病的方向变化。你本来也有健康，我选择没问题，我是健康的，我是没问题的，哎，就选择了健康的这种状态。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说为什么我说是选择呢？是因为什么？它本来就有，你本来就有疾病的状态，也有健康的状态，就看你选择哪个状态。本来就有，就好像是什么走路，你走路，哎，到了走，哎呀，走对不对？到三岔路口了，走哪条路啊？这个路本来就在那儿，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你只是要选择。你选择不同的路，它可能走向不同的目的地。是关键，哎，我要怎么去选择？各种状态本来就有。如果你要相信全息论，相信本自具足的说法，你就知道哦，本来它就有。关键看我的选择，我选择什么，就让什么在现在这个世界中呢显化出来。刚才讲的走路是这样不同的，那么还有什么无形的路？比方说你是一个官员啊，你手中掌握着大权，那别人来行贿受贿来行贿来了，拿着钱过来了，这个时候面前就有两条路了，两条无形的路。那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呢，
你不同的版本的你都出来了，你内在有不同的版本的你。一个版本什么呢？呀，这个钱好啊，我拿这个钱之后神不知鬼不觉，我一辈子就够花了啊，就怎么样了。另外一个版本呢，就说哎呀，不能拿这个钱，这是个清正廉洁的版本，这个什么贪污的版本。那就看哪个版本怎么样有力量，看你选择哪个版本。所以你选择贪污这版本，好，你就走到那条路上；选择另外一个版本，就另外一条路。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所以什么说一失足成千古，说一念之差。一念什么呢？选择。一念成选择。是选择本身它就是一种创造，是一种特殊的创造。真的可以说选择创造人生。老百姓经常讲这样的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就是选择呀。你考大学选专业也很重要啊，有的人一辈子后悔当初为什么要选那个学校，为什么要选那个专业，我不喜欢它，我做得很难受，也是选择。有人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哇，乐在其中，别人看起来多么苦，他也不觉得苦。在于哪？在于选择。当然也有这样的说法，说没有正确的选，没有所谓正确与错误的选择，只有把你选择的什么事情呢做正确，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刚才说了，说不同的版本早就存在，不是你创造的，而是什么？你选择。所以啊，你比如说从疗愈的角度上来说，从疗愈啊，疗愈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是修复。比方说身体那儿破损了，有炎症了，哎，我要修复这个炎症，我要把破损修复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是什么，不是修复，而是选择。选择什么呀？选择离开病的版本。选择什么呢？跳跃跃迁或者跃迁到什么健康的版本。就像你电脑中同样有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2000年的，这个是2025年的，要差很多代了，很多代了。这个版本不要了，删掉，换一个新版本了。旧版本运行不畅了，你怎么去修它？你不好修，换掉，换成新的版本，直接换版本，而不在旧版本上我要去修理，我要修理，就好像衣服一样，这件衣服缝缝补补，补来补去，补来补去，补来补去，还是一个破衣服，还是个旧衣服，怎么办？直接脱掉，换新的，焕然一新。当然，这个换不是这个换，那也就是呀，我是新的，我就是健康的。我意识当中，我一换，我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生命。直接换版本，换那个底层逻辑，底层代码我就换，对吧？清楚意思呢？就把它一换掉。哎呀，我就是健康的，呈现出健康的这个精神状态，这个版本，那么身体呢就会演绎出健康的状态。它可能不是说我一换马上就呈现出来了，你换了之后，哎，给身体一个时间，哎，这个时间给它时间，慢慢哎，它就变了。大家想什么呀？那有些人一查说，哎呦，我得了病了，哎呦，我怎么样了？没，一开始可能还没什么，逐渐你也换版本了。你本来是健康，你不知道有这个病，没啥事儿。你知道有这病之后，版本换了，哎呀，我是个有病的人。那你身体呢，就慢慢的换成那个有病的身体。这就是要换版本。那么对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来说，我们大家都要干什么？要去觉醒嘛，要觉悟。这个觉悟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我努力，哎呀，我要通过什么努力，我去觉醒。这叫什么？按照过去的话讲，叫以心求道。你还是在一个不觉醒的版本里，你怎么他也不能觉醒，怎么办？他不是说我要努力去觉醒，就直接什么？你本来你就是一个觉醒的人，本来就去圣贤品，本来就是
我切换，我本来就是觉醒，叫以道求心。我本来就是，我不需要努力，我才能成为他。一出生我就是他，就用这个觉醒的这个你来去驾驭自己的生命，主宰自己的生活。你看王阳明先生不是这样讲吗？说遇到事儿了，说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我是个凡人，可是圣人他会怎么办？那个圣人是外面的神，也是他内在的圣人，又唤醒内在的圣人。就好像我一切换成版本，圣人在这儿，他怎么办？这叫以道求心，而不是我应该学圣人怎么办？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换你自己的版本，我就是圣人，因为我这里面全息嘛，圣人有的信息我这也有啊，我只不过是过去没有把它唤醒而已，它在沉睡，唤醒它。我不太清楚意思没有哈？好了，前面讲了这么多，下面就要讲啊，那怎么样换？怎么样选择？怎么样切换？选择了之后就要切换嘛？怎么样选择？怎么切换？其实过去啊，我们曾经有一课，大家也很喜欢的一课，大概叫什么？换劲儿、换心、换生命。那么这个换的入口在哪儿呢？就好像换这个软件，换什么？那入口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在心呢。那你的心在一个念头，我们前面讲过，正念导航，在意识的洪流中植入正念导航，也是这样的意思。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就这个念头就帮助你切换到天堂或者切换到地狱，切换到这种状态，怨恨、恼怒、烦的状态，还是什么恭喜、随喜、恭敬、爱的状态，念头来切换。那么具体来说，下面我要分享的话真的是很好用。那具体来说怎么办呢？就像刚才讲走路一样，走着走着，他说对不对啊？要怎么办？暂停。第一步是暂停。你暂停，停什么呢？停过去，停惯性，一直停，停过去，也停现在。我先停了再说。从哪个方面停呢？3方面：形、气、神。形，停，那个气儿也停，那精神也停。那再讲具体的例子，比方说跟别人吵架生气，你先停，这手不去指点别人，嘴刚要动，要骂，停，形体先停，这怒气也停，这精神也停。这停就什么意思呢？我不再跟你玩了，不再跟谁玩，不是说不再跟另外一个人玩，不再跟你过去的那个我这个版本玩了，我不玩这个版本的游戏了，因为这个版本的游戏怎么样？争啊、吵啊、闹啊、怨啊、恨啊，最终导致什么呀？悲惨的生活。我要把这个停下，不跟你玩了，不跟自己那个版本玩了，不玩你了，不玩这个版本了，不在这个版本下扮演一个角色了，不让这个版本来控制我的生命了，我不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能再这样了。说清楚一点，第一步是停，就我的形气神都不能扮演这个角色。骂人的形气神都是这种骂人的状态，怨人的都我不能把这种状态。这一停了，第二步就是什么呢？其实不是第二步，就顺势而来，就是归零，一切啥都没有。就你要一停，你得转身就这个空闲归零。归零是什么呢？谁归零呢？形气神，还是形气神。形归零什么意思？形刚才你很使劲要骂，现在放松，
这气归零什么呢？气中和。说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其众结谓之和。这个气是中和之气。那么神归零什么意思呢？不再有偏执，不再有自以为是，不再有了。神安静。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说你归零了以后，身体呈现出这种状态。当你呈现出这种状态的时候，你就会有无限的选择了。那就下一步就是什么？就是切换了。切换。刚才怒的、怨的，要想骂别人的，现在切换，切换什么？哎呀，我可以理解他，我可以包容他，我可以欣赏他，我可以尊重他。其实不是尊重那个人，而是什么呢？你选择了你内在的那个能包容别人、能理解别人、能欣赏别人、能尊重别人的那个你的版本。哪个版本受欢迎啊？哪个版本会营造出美好的生活呀？大家都很清楚。所以要停，暂停，停，然后，哎呀，归零，然后切换。我说清楚没有？切换。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版本，健康的、疾病的、悲惨、幸福的。如果你觉得现在你觉得你的生活很悲惨，但你告诉自己，我也有幸福那个版本，我要停止这个版本，进入到切换到幸福的版本，从心中去换。而切换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换劲儿、换心、换生命。你比方说，我一切换成哎呀，刚才很怨，气死我！这个版本一换，哎呀，先换劲儿，换成什么？换成慈悲。你一换慈悲的时候，你身上的劲儿就得换，你就得用身体展现出那种慈悲的状态。这个是关键。为什么说这个关键呢？因为这个是可以操作的，一操作你就有感觉的。从形上换。那么从形上换包括什么呢？包括动作上换。你刚才这样换成柔和的，不去点别人。刚才要骂人的话，换成说话委婉、中和的、和气这样的语言。表情呢，刚才怒目圆睁、很狰狞的样子，现在换成什么呢？和蔼可亲的样子。你有不同的版本，你有面目狰狞的版本，有和蔼可亲的版本，有烦躁的版本，有宁静的版本。那么这些不同的版本是通过什么展现出来呢？通过你的身体展现出来。所以你要主动的用身体展现出这种版本，它所表现出的那种状态。自然而然的，你的形气神的版本就都能什么展现出来。说清楚意思没有啊？是自己要切换版本，经常我要换版本。当你自己大家注意，当你自己的版本一换了之后，哇，你身体、你的世界，也可以说你的周围的这个场，它就变了。你的这个场变了，那么在你场中的人呢？就因为你的这个新的版本，就会把他的那个新的版本也怎么样，也给唤醒，也给唤醒。这就是什么呢？你要就是个显化这个版本啊，不单单把你自己那个美好的版本显现出来，你还可以帮助别人把他的那个美好的版本也给展现出来。你比方说在家里面比方说对孩子，有人说，哎呀，我的孩子真不听话，学习也不好，也不听话什么。好了，你这么一弄，
你进入了一个什么版本呢？哎呀，我认为我的孩子不听话、不懂事儿、学习不好的版本，你是这个版本。好，你是这个版本，你有很强的力量，那这个孩子呢，就我是这个，我的爸爸是这个版本，他就表现出这个版本。大家想，真的是这样？你总骂他，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他就表现出这个样子？对孩子呢，对老人也是这样，总觉得哎呀，你烦死了，你怎么这么这样？你越是这样，他越会表现出这个样子。大家想是不是？那怎么办？我要切换我新的版本。哎呀，我的孩子很可爱呀，很善良啊，他很努力呀，他学习的不断的进步啊，就这么可爱，这么懂事啊。哎呀，他现在脑子这个题还不会做，没关系呀，他能量储存在那儿呢，预备在那儿呢，就要憋大招嘞，就类似这种感觉，总是给他什么哇，我的孩子是美好。就你呈现出一种什么版本呢？你的孩子是有福气的，你的孩子是智慧的，你的孩子是健康的，你的孩子是什么？是美好的。你呈现出这种版本，那么你这个版本下，你的孩子就会变成你所版本中所具有的这样信息的状态。说兄弟们，对孩子是这样，对周围的人也是一样。那么就通过你的版本切换，就显化出什么呢？显化出一个美好的家庭氛围，显化出美好的人生，幸福的家庭。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哈？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啊，我觉得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前面我曾经说过啊，就是我有什么好的一些体会，就特别希望跟我的朋友们分享。就我有这个体会之后，不是说马上就跟大家去讲，我自己要反复的去确认，反复去体验，确实是这样，我才跟大家来分享。就是你生命当中所有的一种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是你创造，当然也可以说是你创造，而是什么呢？它本来就有，它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就是看你选择哪一个，就把哪一个显化了出来。这个创造只是把你本来就有的显化成一个现实中能看得见的这个事实，这叫创造。而创造的最底层呢是选择，也可以说那选择是最根本的创造。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创造什么呢？是你选择了这种可能性，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把它变成现实。你看起来像你是创造，可是在你创造之前，你有个选择。就像那个官员，我选择贪污啊，还选择清正廉明，这是选择。然后你创造了你的人生，是做一个清官还是进牢狱？大家想是不是这样？说最底层那块首先是选择。你选择了以后，在现实生活当中又通过你的努力，把它好像好像感觉是我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要选择。那选择什么呀？大家想，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选择正气，选择正气。因为选择无外乎最终展现出就两种气，一种正气，一种是邪气。那在现实的人类社会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有分辨的，有正邪的。那我要选择正气，选择什么呢？选择利益众生。那具体的生活当中，你还有太多选择了。遇到事儿，你选择没问题。当别人表扬你的时候，你选择什么？哎呀，我不懂。选择谦卑，你不要选择骄傲。我选择正气，不选择邪气。我选择友好，不选择什么跟别人就又争又斗。大家想一下，是不是？所以这种选择，我相信大家就不用我讲，每个人心中都有
我该选择什么样？所以我就想真的想说，选择是最底层的、最根本的那个创造。我们要学会在生活当中先停止，归零，然后怎么样切换？你不要认为啊，我一直是这样，不是，你一直是这样，其实这样只是你不同角色中的一个，你还可以有另外的无限的可能。就好多人就固执的认为，哎呀，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我就是这样，我就这，其实不然，你有太多的版本，就看你要不要去选择，选择之后要不要怎么样切换，要不要切换？其实这个呀，它真是才是最根本，最根本。如果你没有选择正确，没有切换到一个好的版本，你还处于一个不好的版本，你再怎么努力都没多大用，真的是这样。就像你的电脑一样，不断的在升级啊，版本不断的在换啊，在变化呀。你用那个非常老旧的版本，你永远哎呀，你就慢慢腾腾。你换新的，哎呀，一换，我相信大家用手机也好，用电脑也好，就会有非常清楚的这种感觉。不同的版本运行的速度、呈现出的各种画面等等，那都是完全是不一样。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认死理，就认为我就是这样，我就这么一个版本的，不是这样，一切都是什么？都在变化，都是在变化。我们要选择让这个变化，让这个版本往正气、往好的方向让它去变化，好吧？今天啊，今天讲的多了一些啊，将近50分钟了，讲这个内容，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把它分开来讲呢，又怕分开讲就缺少了这个整体性，我们就整体多一点时间讲这个内容。之后如果有需要，我们还再来单列开讲这样一个选择的选择去切换，如何去切换，好吧？现在我们站起来，我们一起来锻炼一会儿啊！啊，大家放松。就这个时候啊，你往这一站，我就在选择，就在切换。一切换什么啊？我就是健健康康的，我就是健康的，我本来就是幸福的，本来就是快乐。我的家庭啊，本来就是那么美好。我的孩子，我的爱人，我的父母，哎呀，我的兄弟姐妹，哇，他们都那么好。我个人的小家庭，哎呀，我的大家庭，我整个大的家族，呀，都是那么好。不过我这个国家，哎呀，都是这么好，每个人都切换成这样的一个版本啊，脚分开成后八字。本来就是安静，一旦呀安静的这个版本，放松的版本，胳膊慢慢的向上抬起，身体微下蹲，
来就是一团气，往这一站，切换成气的版本，那个无形无相的天地正气的版本。这个版本下，你自然就是健康的啦。就是一个健康的版本。切换成一个觉醒的版本。我本来就是觉醒，这种版本下就会呈现出那种安静、慈悲的状态。如果你感觉你的胳膊、你的腿、你的身体的时候啊，一定是那种柔和的、慈悲的状态。换版本，从身上先换。在这个版本下呀，你的家庭、你的小家、大家、整个家族，包括你的那个家族，你丈夫和妻子那个大的家族，都是美好的。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哇，都是美好的。本来就是，本来就有，只不过现在切换回来了，显化出来。
静。站在这儿本来就是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呀，独立受身，本来就是和天地呀融通的一体，人天和谐。本来就是，不需要练，我只是需要觉知、切换，就显化出来。好，百无为上类，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静养。大家静坐静养。直接切换成那种你希望的版本，把自己安静放松，心气祥。
大家慢慢睁开眼睛啊！大家注意啊！现在我们一起来切换啊！比方说，呀，我是健康的，我是健康的，不是都能用嘴说，是用身体展现出来的呀！胳膊腿，身体哪儿，哎呀，都是一种舒服的感觉。你不要想，哎呦，我这还疼呢。好，你想还疼，你又回到那个版本，新的版本，我是健康的，气血什么是流通的，在这个版本里，哎，到这里面换，它自然身体就会跟着发生变化。我是放松的，放松，我是安静，哎，我是很幸福的。你要展现出你幸福的那种感觉，很快乐，哎呀，展现出这种感觉。哎，我的家人，哎呀，都那么好，都健康、快乐、幸福，事业也都那么好。每一个人，哎呀，我认识的朋友啊，周围的人，哎呀，整个天地虚空社会上所有的人，哎呀，都是好的。就我展现出这种状态，这个版本的时候，每个都是这样的呀。我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我是美丽的，我是健康，我是心胸很宽广的，我是特别有包容心、有慈悲心的，我是很慈悲的。我这个版本，我这个版本里面，呀，不装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是很干干净净的，干净的版本，纯粹的版本，高尚的版本，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这样一种版本。哎呀，一个有于他人、有于社会的这么一个版本，你就这么觉知，你会觉得你的气儿变了，充满正气的版本。这个版本，待会儿我们听完了分享之后，和家人说话的时候，哎，给别人打电话干什么也好，今天晚上或者明天以后的每一天，你就展现出这种什么美好的版本，你就展现出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好了，今天晚上我们的分享就到这儿，我们带着一个新的版本走向新的生活。好，谢谢大家。